公元1784年的一天，英国国王专程来到瓦特的工厂。望着忙忙碌碌的工程师，国王好奇地询问：“你们在造什么呢？”“是力量，陛下。”瓦特认真地回答。转瞬间，蒸汽机席卷世界。在工业革命后的250年间，人类创造的财富比过往250万年的总和还要多。1866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制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发电机。1990年，英国物理学家伯纳斯里发明了互联网。就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际，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同一个问题：能源，更多的能源。从此以后，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令人类焦头烂额。最近100年，全球气温上升了0.7摄氏度，在人类干预下，物种灭绝比自然速度快了1000倍。一边在疯狂享受，一边在慢性自杀。干旱、洪水、海啸、地震，冰川在融化，海水在升高。也许生活在地球上的60亿人都该对这些美丽的海岛说一声抱歉，但谁又能保证下一个受灾的不会是我们自己呢？有人说，我们今天所消耗的能源是祖先留下的，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最近30年，人类对化石能源的消耗速度比它们自然形成的速度大约快100万倍。但这些化石燃料还能支撑多久呢？石油41年，天然气67年，煤炭192年，即使是核电的油矿也不超过100年。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在哪里？人们把钻探地球的目光投向了天空。阳光是大自然的恩赐，它纯净、丰富、公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和太阳能的开发利用紧密关联，包括煤和石油也是太阳能量的沉淀。既然阳光是万物之本，人类为何不直接从太阳获取能源呢？每小时，太阳向地球提供的能量足够60亿地球人使用1整年。虽然科学家早已发明了太阳能技术，但高昂的价格却令市场望而却步。如何将老百姓用不起的技术转化为价廉物美的产品，这是比亚迪的责任，也是比亚迪的使命。今天，在太阳能硅片的生产领域，新的提炼方法正在缔造传奇。低价的硅片，再加上垂直整合的产业链，比亚迪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太阳能板的规模化量产。在不远的将来，太阳能的发电价格将彻底降到与火电等同。人造绿叶终于有了遍地生根的可能。曾几何时，这一片片沙漠中的风景带给了人们绿色的想象，但因为昼夜交替、云雨天气、风力大小等间歇性因素的影响，太阳能和风能对能源的供给还远远低于20%。缺乏有效存储，大投入造成的只能是大浪费。如何才能让间歇性的太阳能变得可持续？如何让不稳定的风能变得稳定可靠？比亚迪为这一世界性难题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式——电池储能电站。依托先进的铁电池技术，储能电站通过均衡用电，对新能源的功率波动进行平缓处理，在提高新能源上网比例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电网的安全性。储能电站不仅具有可移动和可分布的特点，而且对能源的利用率更高达90%以上。当人类第一次看到 IBM 的巨型机柜时，没有人相信计算机会越变越小，最终存储了整个世界。
比亚迪的这些不起眼的铁柜子，却有能力让白天捕获的太阳能、起起伏伏的风能、潮汐能，乖乖地待在容器里，静候拆遣。一场以新能源为主的第4次工业革命出现端倪，它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和人类的生活方式。面包会有的，轿车会有的，但如果每个中国家庭都拥有一部车年耗汽油已近2吨计，中国原油的缺口将高达5亿吨以上。汽油从哪里来？尾气往哪里去？早在1873年，人类便制作出了可供食用的电动汽车，但因为电池无法满足低成本、高容量、高安全的要求，绿色的电动汽车被市场无情地抛弃。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工业社会的污泥浊水中，比亚迪基于铁电池终于解决了电动车的瓶颈。作为一种金属，铁比镍、钴价格更便宜，废电池不会产生污染。铁电池充电循环次数可达4000次以上，持续里程寿命大于60万公里，即使扔在火中也不会爆炸。一辆充满电的出租车可以持续行驶300公里以上。一个既能制造汽车又能生产电池的企业，正在酝酿改变世界的力量。太阳是公平的，只要地球存在，太阳的能量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白天，太阳能板像植物一样捕捉着太阳的能量；夜晚，储能电站将白天储存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平稳地输送到千家万户。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星星。天上的星星亮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这是梦想吗？是的，这是比亚迪的绿色梦想。这是梦想吗？不，我们分明已经看到，它正在向我们走来。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用户朋友们，欢迎莅临闪充中国，改变世界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暨闪充技术发布会。我们的发布会即将开始，请您尽快落座，并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感谢配合。不行了，电已经照亮人类140多年，核反应堆的燃料持续裂变75年，光伏大规模商业化已经20多年了。新能源早已是生活里常见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让城市的灯光彻夜明亮，让天空更蓝，让空气更清廉，让汽车干净的在自然里疾驶。但这位老朋友也留下很多困扰我们的老问题。这些老问题放慢了我们跑向美好生活的脚步，更放慢了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步伐。什么时候新能源汽车充电才能和加油一样快？
才能让冬天充电速度不打折？还要多久，假日的高速充电站才不用大排长队？充电的枪和线能不能轻一点？能不能干净一点？这些曾被认为难以逾越的老问题，是比亚迪工程师的心中之痛，更是他们不断攻克的难题。比亚迪12万工程师用极致的技术回答，用敢想、敢干、敢坚持的精神回答，用20年前许下的太阳能、储能、电动车3大绿色梦想回答。别了，新能源车的老问题。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发布会，下一个新能源时代见。科技改变出行，创新改变世界。掌声有请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发布会。我们今天呢要发布的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一起来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这几年呢，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势不可挡，渗透率从2020年的6%到2025年11月份接近60%，5年呢翻了10倍，而且呢，我们国家也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1大出口汽车国。可以说，新能源的发展让大家对中国品牌刮目相看，也让中国汽车在世界上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重。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国际局势很不稳定，直接冲击石油的供应。有观点认为呢，将推动油价的持续上涨。我们国家呢，70%多的石油依赖进口，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运来的，而且呢，全国70%的石油都用在交通领域。这就是我们国家石油资源的家底和现实情况。现在这个局势对于国家能源的安全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国呢是一个油少电多的国家，因此呢，用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国家能源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必答题。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现实，就是2025年新能源的增长势头相比上一年呢有所放缓，还有接近1半的用户依然倾向选择了燃油车，不考虑新能源。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们挡在新能源汽车的大门之外？我们认为呢，核心的问题就是电动化的上半场还存在一些体验上的顽疾没有解决好，让大家在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呢，还是心存顾虑。大家有没有觉得以前买燃油车的时候，谁会在乎油箱的大小？谁会留意油箱是50升呢，还是60升，还是70升？我估计绝大多数人应该都不知道。其实呢，燃油车加一箱油也就顶多开500-600公里，但从来没人觉得不够用。那是因为加油的速度很快，根本不用为了油箱的大小而纠结。可是轮到电动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呢，许多电动车的续航明明已经超过了燃油车，但大家在买电动车的时候还是有里程的焦虑。
还是很关注电池的度数或续航的里程。更是有不少用户呢，为了增加100-200公里的续航，甚至要多花1-2万块钱，同时呢还增加了上百公斤的重量，导致呢能耗也同步增加。假如每一台车增加1万块钱，那全国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有4500万台，算下来一年也是好几千亿。就为了解决这么一个焦虑，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如果我们把充电的速度做到和加油一样快，把这个焦虑彻底解决掉，那将给整个社会节约许多资源。也正是因为加油速度够快，以前呢大家开燃油车的时候，油还剩一半的时候，从来不会着急去加油，哪怕黄灯亮起来了，还知道还能再跑50公里，根本不用担心。但现在大家开电动车，在电量还剩一半的时候，就开始焦虑、慌张，去找桩、去补电。还有呢，假日出行，特别是5一、11、春节回家，在高速服务区，加油站基本上是很少看到排长队，但是呢，充电站却总是大排长龙，甚至还要取号充电，很是煎熬。排队要等，充电还要等，宝贵的旅游或团聚的时间就白白耽误在等待上。相信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北方的用户冬天充电的视频，很是痛苦。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其实很难想象到北方充电到底有多难。后来呢，我去东北走访市场，在充电站碰到一位车主，他跟我说，冬天去充一次电一般要花2个多小时，有的时候呢甚至连电都充不进去，真的是很折腾，一把鼻子一把泪。他最后还跟我说，现在在东北还是开燃油车好。我们再来听听媒体是怎么说的。这是一位北京大爷，凌晨5点，终于轮到了他的电动汽车充电。这时，距他抵达充电站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冬天又来了，电动车主集体在过着冬节。由于冬季低温对动力电池影响，用户的充电频率有所增加，而充电的基础设施也显得捉襟见肘。冬天在公共充电桩排队充电耗时又费力，电动车在冬天可怕不可怕？对，听到这些声音呢，说实话，我很受触动。这些痛苦呢，都是因为现阶段的技术做得还不够好。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怎么对得起大家的信任或支持？本来呢，大家买电动车就是享受生活、享受旅行的，结果呢，电动车的里程和充电的焦虑，反而让用户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负担。这其实呢，也是一种社会成本。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焦虑都解决掉，那用户就卸下了负担，回归电动车出行本该有的轻松和美好。当然，面对这些问题呢，行业也做了许多努力，比如建更多的充电桩。我给大家讲一组数据：中国现在有了3.2亿部燃油车，对应的加油站呢有10万多座。那新能源车现在呢，差不多有4500万台，是燃油车的差不多1/7。请大家猜一猜，对应的公共充电站一共有多少座呢？有足足的30万座，是加油站的3倍。可是现在呢，大家还说不够，还要拼命建。如果还是这样拼命建下去，等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到3亿部，相当于现在的燃油车的时候，那将建多少充电站？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面，哪里有这么多土地资源？过去几个月，我也走访了10几个城市，调研了加油站和充电站，发现了一个实际情况：一把加油枪，差不多每天可以服务50台燃油车，
而一把充电枪呢，平均一天只能服务于5台车，两者的翻台率相差了10倍。相比加油的效率，新能源汽车在充电技术上还需要有更大的突破。也是因为充电效率低，还造成了大量铜资源的浪费或者是闲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安装一台150千瓦的充电枪，电网给你配备了150千瓦的铜丝或变压器，全天候24小时就能充进去3600度电。但是现在呢，一把公共充电枪一天平均只能服务于5台车，按照每台车充40度电来计算，实际只能充进去200度电。这样算下来，公共充电桩的功率利用率只有5.6%，超过90%的功率都没有被利用，导致这些已经不好的铜丝或变压器都闲置了起来。特别是呢，我们还是一个严重缺铜的国家，铜的储备中国只占全球的4%，但每年消耗铜的资源呢，却超过全球的50%，非常依赖进口。现在全世界到处都在抢铜，这么重要的战略资源都没有利用好，真的非常可惜。还有呢，为了缓解焦虑，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安装家用充电桩，都在家里充电。大家试想一下，如果给每台电动车都配上家用充电桩，那要布多少铜丝或变压器，要用掉多少铜资源，而且每台车还要装上交流充电的这些配置，这些加起来又是一大笔钱，也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再看看燃油车，100多年了，都是去加油站加油，就完全没有这个痛苦和焦虑。如果我们能够把电动车的充电速度做到和加油一样快，那电动车为什么不能回到燃油车补能的方式，去充电站充电就行了，不一定要安装家用充电桩。前面我们说了，电动车用户的各种焦虑，给用户带来了许多精神负担。那是为了解决这个焦虑，做大电池，安家用充电桩，建更多的公共充电桩，这些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呢，我们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些焦虑。我们认为呢，治病要治根，真正的病根就是充电慢或低温充电难。要彻底根治，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充电做到和加油一样快、一样方便，回到和燃油车一样的补能体验。那这一问题和焦虑就迎刃而解。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看电池。2020年，我们推出第一代刀片电池，树立了动力电池的安全的新标杆，让中国的动力电池开始领跑全球。这一次，新一代的电池，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难度更大的目标，在充电速度上，不光要在南方充电快，还要在北方甚至是东北极寒环境下，也要做到颠覆性的充电速度。这在电池领域里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技术挑战非常大。但我们比亚迪的工程师团队就是要挑战这种不可能。谢谢。我们比亚迪从95年就开始做电池，是中国最早一批做电池的，也是最早把电池装上车的。我们对电池的底层机理的研究积累最为深厚。我想呢，没有人比我们比亚迪更懂电池。谢谢。这几年呢，我们的研发团队越来越大，研发的投入呢也越来越多。可以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有这种能力，也更有这种底气，在电池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去解决掉现在电动车的一些顽疾。今天呢，我们6年磨一刀，
给大家带来了动力电池的划时代之作——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去年呢，我们发布造网闪充的时候，大家都说感觉像在上物理课，不好理解。还有行业经常说5C 啊、3C 啊、10C 充电倍率，以及多少功率、多少伏、多少安培，这些技术概念其实用户都听不懂，也搞不清楚充电到底有多快。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只讲用户听得懂的、最关心的，那就是充电时间。我相信呢，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的充电速度绝对会超乎大家的想象。那到底有多快呢？从10%充到70%，充电时间只有5分钟。再次刷新了充电速度的新纪录。这个速度呢，大家说欧快不欧快？我想告诉大家，这还不是我们全部的实力。现在行业普遍说的充电速度都是从10%到70%或者是80%的充电时间。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主要是因为这个区间的充电速度是最快的，一旦过了这个点，充电速度就会陡降，甚至最后这20%的充电时间和前面的80%一样长。所以最后这个20%才是充电技术最难突破的一段。我们的第2代刀片电池就是要突破这个区间，才能让用户充的电更多，而且呢，充的时间更短。所以呢，我们第2代刀片电池直接从10%干到97%，充电时间只有9分钟。这就是全球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超越过往，前所未有。大家说这个速度猛不猛？我们也做了一个充电的实测视频，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们给视频呢加了20倍速。那我们一起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快？我们稍晚呢也会把没有加速的视频放在官方平台上，欢迎大家关注。这就是我们第2代刀片电池的极致的充电速度，从10%充到70%，只用了5分钟就能充好；从70%充到97%，只用了9分钟就能充饱，真正实现了充电和加油一样快。以后大家只记住一句话：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大家可能还会问，我们说的充饱，为什么只充到97%？其实呢，这剩下的3%是专门留给刹车动能回收用的，这样更有利于
降低车辆的能耗。这几天呢，我们邀请了2000多家媒体来到深圳，现场见证了我们的充电速度。搭载第2代刀片电池的10款车型，从10%充到70%，全部都是5分钟；从10%到97%充饱，全部都是9分钟。当然了，光常温充电快还不够，还有许多北方的朋友们在冬天也需要更快的充电速度。在北方极寒的环境下，许多车充一次电基本都要2到3小时。请大家猜一猜，我们第2代刀片电池在零下25度的极寒环境下冷冻24小时，把电池冻透了以后，再充饱一次电，需要多长时间？1小时够不够？那30分钟够不够？我也觉得还不够，还要做到更快。到底有多快？一起来看看我们在哈尔滨做的一个极寒充电的试测。刚刚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第2代刀片电池从20%到97%，充电时间不到12分钟，只比我们常温充电多了3分钟，创造了低温充电速度的新纪录，同样超越过往，前所未有。现场北方的朋友，你们觉得这样的充电速度牛不牛？2月初呢，也是在哈尔滨最冷的时候，气温到了零下20几度。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媒体到了现场，见证了充电的实测。请大家一起看看媒体实测的感受怎么样？简直是无敌了，真的是非常的快，非常快，非常疯狂，太不可思议了！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太震惊了！我刚刚真的是一直在举手机拍，我1秒钟都不想错过。那续航里程的数字竟然能涨得那么快，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就像在做梦一样，怎么可能这么快呢？充电可以和加油一样快了。
现在哈尔滨白天是零下20度左右，晚上可以到零下甚至30度。大家从我说话这个哈气看出这里非常非常冷。北方的新能源车主最大的痛点就是充电难、充电慢。想充满的话，可能要1到2个小时。车子在反复的浇冰，把它变成大冰块之后呢，还静止了24个小时，再来进行测试。电池在被冻透了的情况下去测试，也证明了比亚迪对于自己技术的一种自信。搭载了2代刀片电池的同时就有 GT， 从20%的电量到97%，居然只用了11分钟多的时间。这么多车测过来呢，基本上都在11分钟左右，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很惊讶。过往的我们的闪充站，这个枪线非常的粗，而且在零下的这个环境下，它冻得已经冻硬了，甚至那个线都可以立在地上了，这就导致我拿那个线出来的时候会非常的难受。但是这一个线，它可以从上到下横移过来，就是不分左右的，这种设计非常非常的友好。我刚刚去试了一下第三方的这个充电桩，它是很重的，尤其是女孩子拿不动啊。但你现在这个很轻，你看非常轻，随便拿。女司机使用比亚迪的闪充桩是一种什么体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单手拎枪，轻轻的，真的就拽出来了，很方便，看到没有？然后如果要充电，你的充电口在这边，直接就对准，哼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充电口在那边，不要慌啊，就这样，很优雅的就走过来了。然后这个枪头看到没有？它自动的就转向这边了，你只需要扶着枪口，它就可以了，是不是很方便？谁说新能源车或者谁说电动车是过不了山海关的呢？比亚迪正是用自己的技术实力在解决行业的难题，而且让电车不过山海关这样的固有偏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如果拥有了这样的技术，对于购买电动车或者是购买混动车来说，顾虑就会小了很多很多。无论是零上30度还是零下30度，你的这个用车体验都不会有区别的，会改变你对电动车使用体验以及所有的整个产业的这些布局的变化，这是一个行业性的一个技术变革。同时将在全国各地铺开建设的充电网络，也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那我们以后开着比亚迪的新能源的电车，可以说极大的拓展了新能源车的使用边界。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可以无忧的畅行。这就是比亚迪正在坚持的，用技术改变世界。现场试测了4款车型，冷冻24小时，把电池冻透之后，从20%到97%，充电时间全部少于12分钟，都是这么快。大家说稳不稳？当然了，我们觉得哈尔滨还不够冷，为了模拟更极寒的环境，我们还在零下30度的低温实验舱里面，用同样的充电方法挑战全程零下30度的充电测试，请看大屏幕。
啊，大家都看到了，全程零下30度的环境，第二代刀片电池的充电时间也少于12分钟，真的是夯爆了。并且呢，这个速度还获得了权威机构的认证。我们在零下30度的充电时间，比其他的新能源车在零上30度的充电时间还要少很多。以前呢，大家都说电车不过山海关，这是因为低温充电太难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要让这句话永远成为历史。这就是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带给用户颠覆性的体验，我们称它为闪充。我们总结一下，比亚迪的闪充，常温充电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低温充电零下30度只多3分钟。通过闪充，我们把之前因为等待产生的时间成本，因为焦虑产生的精神成本，因为大电池产生的经济成本，全部还给我们用户，还给我们的家庭，还给我们的社会，让大家开电动车成为一种真正的享受。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在常温环境下，现在行业充饱一次电，快充一般需要1个小时，超充一般需要半个小时，而我们的闪充直接把时间压缩到10分钟以内，所以呢，9分钟充饱才有资格叫闪充。这样的技术才是真正的领先，才叫真正的惊艳。说到这里呢，肯定有朋友非常好奇，我们今天发布的闪充和我们去年2月份发布的兆瓦闪充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呢，核心的差异就是有没有完美的解决充电慢或低温充电难的顽疾。兆瓦闪充更像是一次技术积累的量变过程，把充电功率的峰值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今天发布的闪充呢，是真正实现了从峰值快到全程快的质变，从头快到尾，真正把用户的充电的痛点完美的解决掉。当然了，我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闪充车，在市面上现有大概有480万个公共充电桩上都能充，也不挑桩，而且充得更快。整体的话呢，比别的车要快30%到50%。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不只带来了闪充，更是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行业认为呢，充电速度和能量密度是矛盾体，把充电速度做上去了，能量密度有可能会降下来，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上一下很难兼得。为了破解这个矛盾，我们重构了材料、电极、电芯、系统等4大层级的设计，让第二代刀片电池在实现闪充的同时，能量密度相比第一代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升了5%以上。为了更高的能量密度，再加上整车轻量化的高效化的创新，我们的腾势锐9 GT 的续航直接干到了1036公里，在同级里面一马当先。我们也看了一下环海南岛旅游公路，一圈是988公里。有媒体做了一个测测，一起来看看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能不能一口气跑完环岛。请看视频。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腾势 Z9 GT 纯电版和仰望 U7 纯电版，官方续航里程分别是1036公里和1006公里。最终两台车到底能跑多少？咱们路上见分享。这次测试，汽车之家来到了环海南岛旅游公路，一圈下来是988公里。在出发之前，我们将电量充满，空调23度自动，驾驶模式选择经济的模式。好了，双车充满一次电，能不能一口气环绕海南岛呢？测试开始。为了更贴近真实用车场景，测试车辆在城市道路按最高限速行驶。
高速路段把车速控制在100公里每小时。经过一路各种路况考验，我们最终成功的回到出发点。为保证测试真实性，我们同步采用第三方软件记录行车路线和里程数据。腾势 Z9 GT 累计行驶1007公里，表显剩余里程93公里；仰望 U7 累计行驶1005.7公里，表显剩余里程87公里。腾势 Z9 GT 和仰望 U7 充满一次电，环绕海南岛挑战成功。这次除了长续航，还有闪充。测试结束，车辆电量见底，我们来比亚迪闪充站看看充电要多久。大家看，我们辛辛苦苦跑了1000多公里，比亚迪闪充9分钟就充饱了。闪充9分钟环绕海南岛。闪充9分钟环绕海南岛。我们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既有闪充的速度，也有超1000公里的续航里程。当然了，大家肯定很关心，这么快的闪充会不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充电速度与电池的寿命也是矛盾体。大功率充电会在短时间产生许多热量，对电池的寿命是不是造成影响？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通过打通锂离子的迁移的高速通道，降低了电池的内阻，从源头让闪充尽量少产热。同时呢，针对那些已经产生的热量，我们利用铜箔、铝箔等金属的特性，形成了并联导热，并且呢，我们还研发了全温域的智能热管理系统，实现毫秒级的控制，让热量快速均匀地散出去，相当于给电池装了一个智能空调。所以，第二代刀片电池的闪充对寿命没有影响，既充得快又很耐用。第二代刀片电池呢，相比第一代刀片电池寿命更长。有了这样的底气，我在这里郑重宣布，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质保政策再加码，我们把质保的容量保持率整体提升了2.5%。比如6年或15万公里内，第一代刀片电池的质保政策是电池容量低于75%就免费包换。那么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呢？电池的容量把它提高2.5%到77.5%，我们就免费包换。同时呢，我们的电芯还给到终身保修，这就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给所有用户的安心承诺。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安全。2020年呢，我们发布了第一代刀片电池的时候，做了一个珠峰难度的测试。针刺实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刀片电池到底有多安全。我们也在2021年全系配刀的发布会上，最早提出了安全是一辆电动车最大的豪华。那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也将安全进行到底。今年呢，新国标也对电池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短路不起火。这主要是考验电池在长期使用后的安全性。为了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安全荣誉呢，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难度更高的针刺实验：500次闪充循环后，边闪充边针刺。对，大家没有听错，是不是听上去很不可思议？请看大屏幕。
试验开始。大家刚刚看到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500次闪充循环后，边闪充边蒸汽，也很安全，没有发生热失控，没有冒烟，没有起火。500次闪充循环，就是差不多开了30多万公里。平常私家车1年也就开个2万公里，相当于电池用了15年以后依然很安全。以后呢，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长期用闪充不影响安全。今年的电池的新国标还新修订了一项热扩散实验，就是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实验。新国标呢，在触发一节电池短路之后，电池包做到不起火、不爆炸。那我们直接来挑战。同时触发4节电池短路，新国标是1节，我们要做4节电池短路，请看大屏幕。实验开始。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第二代刀片电池，哪怕同时触发4节电池同时短路，周围的电池依然保持正常温度，没有引起热扩散，没有起火，没有爆炸。除了热扩散，今年呢，新国标还增加了一项底部撞击实验，检验电池包刮底时的安全性。我们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要在新国标基础上挑战
10倍的撞击力。接下来，请看视频。接受了10倍新国标的撞击力，我们的第2代刀片电池依然固若金汤，稳如磐石。到现在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我们这一次做了非常多的实验视频，并且我们的安全标准都是超越新国标的难度。其实呢，我们比亚迪的工程师就是一群理工男，平时呢就爱做实验，爱用实验的结果说话。我们就是想通过实打实的安全实验，打造最安全的电池。对于电池，用户的需求总是需要更完美的，既要充电快，又要长续航，还要长寿命，更要高安全。既要又要还要更要，全都要，太难了。但这一次，我们的第2代刀片电池既给前所未有的闪充速度，又给超1000公里的超长续航，还给长寿命，更给远超新国标的安全。这就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动力电池，既给又给还给更给，你所想要的，我一把全给到。今天呢，发布的不是 PPT 技术，也不是玩概念，而是一发布。谢谢。一发布就量产上车，马上就能买得到。大家可能都很好奇，我们的第2代刀片电池会搭载在哪些车型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首批搭载10款车型。稍后呢，我们各位品牌总经理也会给大家一一介绍。其中呢，既有闪充又有1000公里续航的腾势 Z9 GT 今天就会上市。当然了，第2代刀片电池呢，这么快的充电速度，还必须匹配大功率的充电桩。这一次呢，我们全新开发的闪充桩，直接一步到位，把单枪的充电功率做到1500千瓦，也就是1.5兆瓦，是全球量产的单枪的最大的充电桩，并且呢，
我们每一座充电桩都有2码枪，在2台车同时充电的时候，也能保证闪充的状态。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未来现在中国市面上有480万个公共的快充充电桩，如果全部要建成这种兆瓦级的闪充桩的话，我们算了一下，对电网的功率需求是多少呢？480万个快充桩乘上一个1000千瓦，这就是4800吉瓦。4800吉瓦是什么概念？比我们国家电网的总的发电容量还要大。你想一想，这对电网的冲击是毁灭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电网的基建已经非常强大，应该全世界最强大的。全国的发电总容量有3800吉瓦，这是发电总容量。我们的用电最大负荷是多少呢？是1500G。我们的发电是用电的2倍。这就是中国电网的强大。为什么从来或者很少停电？因为你的发电是用电的2倍，有1倍多的余量在那。但如果换成兆瓦桩，哪怕让全国每一个人把家里的灯关了、空调关了，1度电都不用，还不够。跟4800吉瓦的需求比起来，还要有1000吉瓦的缺口。这就是一道摆在整个行业面前的世界级的难题，换谁看都很绝望。但是比亚迪的工程师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那就是给每一个充电桩加上一块电池，配上一个超级快放的储能系统，就能彻底的化解这个巨大的难题。有了这一套储能系统，沉淀的时候是电能的蓄水池，放电的时候就是功率的放大器。哪怕是只有100千瓦的普通充电桩，我们用同样的线路，不增加额外的铜丝或变压器，也不用增加额外的电网的容量，1个千瓦都不增加。加了这套储能系统之后，就能把一个100千瓦的普通的快充桩功率瞬间放大到10倍，直接干到1兆瓦，秒变成闪充桩，突破了电网容量的限制，而且绝对不会伤害电网。前面我们提到，一个普通的公共充电桩一天只能充5台车，而我们一把闪充枪能做到跟加油枪一样，每天也能服务50台车，就每天也能服务50台车。按照40度电一台车来算的话，就能每天充2000度电。相比普通的公共充电桩，功率的利用率提升了10倍呀！这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更少的铜丝或变压器支撑更大的充电需求，每一颗铜都发挥到最大的价值。这些省出来的铜，国家可以拿来发展光伏、搞 AI 基建，让每一份宝贵的战略资源都用在刀刃上。这就是1两拨千斤，这就是比亚迪的闪充技术，用单枪1500千瓦的闪充桩和超级快放的储能系统，攻克了大规模建设闪充桩、兆瓦桩会崩溃电网的这么一个难题，绝不会对电网造成伤害，还极大地提升了功率的利用率，并且呢，更加有效地利用了铜的资源，是对社会最友好的充电解决方案。而且呢，我相信在乘用车领域里面，也将是终极的充电解决方案。当然了，我们的闪充桩在设计上也做了很大的创新。大家看，是不是市面上所有的充电桩长得都不一样？我们的闪充桩是全球首创的滑轨悬吊式的 T 形桩，
在颜色上，我们精心的调制了一款闪充蓝，这样的造型和颜色是不是很有辨识度？一眼找就能找到我们的闪充装。那我们做成这个设计还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呢？首先，我们看看市面上的公共充电桩，充电枪呢普遍都很重，所有装的设计的都是枪拉着线，枪拉着线。大家拿枪的时候呢，还要拎着又粗又长的线，重量加起来呢都有5公斤，对女性朋友来说非常不友好。更让人不舒服的是，充电线总是在地上拖来拖去，脏兮兮的，尤其是下雨天、下雪天，地上的污泥一不小心就蹭到身上。有些朋友甚至还垫着卫生纸去拿充电枪。市面上的公共充电桩充个电不应该这么不方便、不体面，早就该换一换了。所以呢，我们的充电桩就是把枪和线都悬挂起来，相当于是线拉着枪。你看我们的线在那个在充电枪的中间，是线拉着枪，啊，手感非常轻，几乎就是零重力充电枪，啊，而且呢，这种设计还让闪充装的线和枪永远保持悬空状态，不会缠绕，更不会拖到地上，更干净。并且呢，我们闪充装的滑轨式的设计可以左右轻松的滑动，不管充电口在哪一边，都可以灵活移动充电。我们还看到呢，充电过程呢，其实有时比加油还要复杂很多，扫码、下载、注册，还要充值、付款，太繁琐。而且每换一个平台呢，所有的流程还得重新走一遍，对用户来说一点都不简单，也不省心。这一次呢，我们打通了车和桩之间的所有的链路，只要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通过比亚迪闪充 APP 简单的绑定，以后每次充电就可以实现即充即插、即插即充，无感充电，又省心又省时。这就是我们的闪充桩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充电体验，是对用户最友好的充电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感受一下闪充枪的轻巧便利。请看。你好，小芳，帮我寻找附近的闪充站。有这些，要去哪个呢？第一个。有了闪充桩，解决充电慢和低温充电难的最后1公里，就是把桩进到用户的身边，让大家充电的时候随时都能用得到。今天呢，在这里我代表比亚迪正式发布一项战略：闪充中国。我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设闪充站，
预计到今年年底建设落成了2万座闪充站，让闪充真正遍布全中国。这2万座闪充站呢，分为2类，首先是闪充的站中站，我们到年底会建成18000座。为了把闪充站快速地铺到大家身边，我们携手全国充电网络运营商，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就是我们坚实的基座，我们和他没有竞争关系，我们是站在他的肩上，在现有的充电站里面，不用增加任何电网的容量，也不用增加任何土地，我们还自己带设备，还带我们的客户，能快速建站。这样的闪充站建设非常容易，就像安装一台空调一样简单。同时呢，还提升了公共充电站的功率利用率，从5%提升到95%，足足提升了10倍。那大家肯定很关心，这些闪充站到底距离大家有多远呢？我们闪充站的覆盖范围是在1、2线城市基本上是3公里以内就有，在3、4线城市基本上是5公里以内就有，5、6线城市6公里以内就有。以后呢，我们在城区90%的区域5公里以内一定会找到比亚迪的闪充桩。我们就是要把闪充站铺到用户的家门口。另外，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高速公路的建站情况。对，到今年年底，我会在高速公路建成2000座闪充站，覆盖接近1/3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到时候呢，高速上平均每隔100公里就会有一座比亚迪的闪充站。有了这么密的高速闪充网络，以后大家长途出行就不会再把时间耗在排队等桩上。我们今天发布会以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就是五一。为了让大家在五一开长途的时候能够无忧出行，我们会在今年的五一前首批建成1000座闪充高速站。为了加快闪充站的布局，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闪充建设的大团队，有几千号人。2个月以来，我们已经提前在全国建成了4239座闪充站。今天过后，已经建成的闪充桩就会正式开放使用。我们的车主朋友只要一拿到车，就能体验到闪充。这就是我们的闪充中国的战略。我们就是要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把充电站的数量干到中国车企的第一。那为了推动闪充的全面普及，我在这里也公布几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用户朋友最关心的收费问题，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的闪充权益。我宣布，从即日起，从今天起，所有搭载第2代，好，谢谢。所有搭载第2代刀片电池的闪充车主们，自交车之日起，在全国任何一个闪充站充电，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全免费，全免费，包括服务费，包括电费全免1年。而且呢，在闪充免费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和同行业保持一致，不会额外收费。就1年以后呢，我们的费用也和同行一样。比如说这个城市里面，就服务费大概在3毛钱，高速大概在7毛钱吧，就和同行一样。
具体的细则呢，以比亚迪国品牌的发布为准。第二个好消息，我们从即日起会在比亚迪的 APP 里面，面向比亚迪集团旗下的所有品牌的保有客户或订单客户，开启了一个圆梦建站计划。只要有4个车主同时提出要在他身边的公共充电站里面加一个闪充桩，我们就会到现场实地考察，只要具备条件，1周内就建成。用户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就要把站建到哪里。现在呢，我宣布，圆梦建站计划正式上线。其实我们建站比较方便，因为我也不增加容量，就在它150千瓦的桩上拿掉，换成我们的桩，加一个电池，什么都不加，容量还是原来的容量，铜丝还是那原来的铜丝，就像安空调一样简单，因此呢，请大家放心，1周建成，毫无压力。而且的话呢，我们的全国的现在的充电运营商，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我的肩膀，就是我的坚实的底座。我们是站在他肩上，他们一定会拥抱我们，因为我们帮他做更大的生意，让他的业务变得更广泛。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闪充站还会面向社会开放共享。新能源汽车呢，是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0几年来，政策的稳定支持和市场的培育，让中国新能源汽车由大变强，也孕育了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的品牌。今天呢，我们发布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面地解决了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世界性的难题，让电动化的上半场完美收官。谢谢。比亚迪以创新的技术践行了党中央新能源发展战略的时代使命。虽然这条路没有捷径，但我们埋头坚持了20几年，今天终于把它走通了。我们能打通这条关键之路，依靠的正是12万名比亚迪的工程师夜以继日的探索和钻研才干出来的。在这里，我要向所有为技术创新拼尽全力的工程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谢我们12万名工程师，也请大家给我们的工程师最热烈的掌声。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工程师天团代表登台，他们分别是电子研发天团代表王定强、电子研发天团有1.6万名工程师，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创新产品提供商。谢谢。电动化天团代表连一波。电动化天团有2.5万名工程师，行业人数最多，实力最强。谢谢。电池储能天团代表何龙。电池天团有1万名工程师，掌握了电池全产业链核心技术，提供全领域的电池解决方案。动力总成天团代表罗洪斌。动力总成天团有4000多名工程师，擅长各类型动力系统研发，立志用技术驱动世界。智能化天团代表杨东升。智能化天团有超1.5万名工程师，涵盖智能化、E4方、E3方、混合动力等领域，持续引领汽车智能化发展。
轻轨交通天团代表瑞宁。轻轨交通天团致力于城市轨道交通研发，为城市交通疏通脉络。半导体天团代表陈刚。半导体天团有7000名工程师，他们致力于在车规级半导体上不断创新，为中国车造中国新。汽车科技代表天团罗忠良。汽车科技天团有1.24万名工程师，用汽车电子和底盘技术赋能驾乘体验，用科技共创智慧未来。基础科学天团代表龚鑫。他们汇聚顶尖科研力量，深耕底层技术突破，以硬核科研筑牢比亚迪创新根基。新材料天团代表刘伟华。他们有3000名工程师，专注前瞻科技，攻克技术瓶颈，被誉为创新永动机。智能制造天团代表吴恒。智能制造天团拥有8900名制造技术工程师，用高品质、高效率的整车制造核心竞争力，赢得全球用户的信赖与认可。太阳能光伏天团代表毕国忠。他们专注绿色能源转化，以光伏科技赋能全球，为世界带来源源不断的清洁动力。商用车天团代表洪旺。商用车天团有3000名工程师，专注于商用车整车及底盘技术研发，助力绿色交通智慧升级。好，那我请我们的工程师天团把我们今天发布的颠覆性的技术再总结一下。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好，我们大家再把它浓缩一下，那就是5分好，9分饱，3分寒。5分好，9分饱，3分寒。虽然这只有短短的9个字，但这背后凝聚着比亚迪数万名工程师的智慧与心血，展示出比亚迪不畏挑战、解决世界难题的决心、勇气和能力。所以呢，这9个字必将载入全球汽车发展的史册。回想比亚迪走过来的新能源之路，支撑我们一直走下去的初心，其实就是我们20年前，也就是2006年，我们提出的3大绿色梦想，即发展太阳能、储能、电动车。目标就是要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的危害。3大绿色梦想就是我一生的事业。我记得当时我们提出3大梦想的时候，迎来的不是掌声和认可，而是铺天盖地的质疑，根本没人懂，也没人相信，都认为比亚迪是在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梦想，我们在2008年做了一支叫 Build Your Dreams 的愿景片，在当时呢也进行了对外发布，就是大家在开场前看到的那支视频。2009年，我还在公司建了一个未来村，屋顶呢铺上光伏太阳能板，屋内呢有储能柜，院子里呢有充电桩和电动车，给这个3大绿色梦想打了个样。怎么样？现在看来是不是还很超前？许多人后来问我，20年前大家都还没听说过光伏和储能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敢压住
这样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产业，其实答案很简单：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除了核能之外，本质上都是来自于太阳。煤炭是古代的植物储存下来的太阳能，石油是古代的动物储存下来的太阳能，水电其实就是太阳能。你说没有太阳的蒸发，怎么会有云呢？没有云怎么会有雨呢？没有雨怎么会有长江或黄河呢？如果把这些太阳能，如果把太阳能照射到地球的能量收集起来的话，光1个小时就能供60亿地球人用整整1年，1个小时可以用1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坚信，太阳能一定是未来能源的核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能源，真正用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所以呢，我们早早就开始布局，在2008年就推出了自己的光伏产品。现在呢，比亚迪太阳能的足迹已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然了，我们也认识到太阳能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定，受昼夜和天气影响产生波动。所以呢，我们决定同步发展储能技术，让不稳定的太阳能变成源源不断的稳定电力。所以呢，也在08年，我们成立了电力科学研究院，钻研储能电站的技术。第2年呢，我们就建成了全球首个联顺天理的储能电站。到现在，我们已经是全球储能系统的出货量的第1。最后呢，在能源的应用端，我们用新能源汽车替代污染严重的燃油车，形成了从能源的获取、存储到应用的完整的新能源闭环。我们的3大绿色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现实。但是呢，这个梦想的实现过程，每一步的向前，其实都非常不容易。在09年到19年的这个10年里，我们的太阳能和储能业务一直都在亏损，内部好几次有人建议把这些业务干脆关掉，但最后呢，我和我背后的工程师天团还是一起扛下来了。哪怕日子过得再艰难，都没有半途而废。如果不是我们当初自己的坚持，我们今天就拿不出光储充一体的闪充技术。还有我们造车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也是非常不容易。后来呢，我们也用行动证明了我们的3大绿色梦想并不是空想，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新3样。许多人说呢，这只是我们碰巧赌对了吗？我想说，这不是赌。之所以能在20年前就押中了未来，是因为我们是一家用技术改变世界的公司，是一家用技术定战略的公司，一直坚持用技术解决行业发展中的难题。我记得在新能源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市面上的配套设施很少，发展困难重重。当时呢，我们就定下了公交电动化的发展战略，在2010年推出了电动大巴开9和电动出租车16，并匹配建设了国内最早一批充电站，以一己之力在一片荒芜中开辟了一条新能源发展的出路。后来呢，这也是从深圳的比亚迪的战略变成深圳的经验，国家的战略，最后形成全球的共识。在动力电池技术上，我们从08年的第一款新能源车开始，就用了联顺天理电池，一直坚持这个技术路线。到2020年，我们推出了使用联顺天理材料的刀片电池，彻底解决了电池的安全和稀有金属卡脖子的问题，让联顺天理从非主流变成行业的主流。现在的占比呢，已经超过80%，而且这一比例呢还在继续涨。我们又是凭一己之力引领行业重回联顺天理的正道。插混技术也是一样，08年我们推出了全球首款的插混汽车 F3DM。在过去10几年里面，我们始终坚持插混技术路线不动摇，哪怕是2019年行业到处都称赞着唱衰插混的声音，我们还在坚持。到了2021年，我们推出了第4代 DM 技术 DMI，
插混市场终于迎来了爆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比亚迪 DM 的技术，中国的插混路线早就夭折了。我们再一次以一己之力，让插混从一个即将被行业放弃的技术路线，重新成为行业主流，让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加速过渡。还有就是2020年，疫情来势汹汹，全世界都缺口罩。在这个危急关头，我们集天下之所急，共天下之所需，当即决定要原产口罩。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口罩，但我们有那么多工程师和产线工人，还有顶尖的工业制造能力，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就能造。我们连夜召集大家起来，从零开始。谢谢。从零开始，争分夺秒，3天出图纸，7天出设备，24天就干成全球第1大口罩企业，为全球疫情的防控带来了中国制造的力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企业责任和担当。这一路呢，谢谢。这一路我们走过风风雨雨，熬过重重难关，也收益了一些荣光，创造了一些奇迹。我们一直坚信，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也一直用技术一次次改变世界。今天我们发布的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就是用技术再一次改变世界。在海外呢，我们的闪充站将在2026年的年底规模化落地，从闪充中国迈向闪充星球。要知道，现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充电设施还不像我们这么发达，充电桩的功率也就是50千瓦或者是100千瓦居多，充电速度就像我们过去手机用的2G 或者3G 瓦，很慢很慢。那我们去了以后呢，直接给他们建设兆瓦级的闪充站，直接跳过3G、4G， 一上来就是5G 一样的充电体验。这种跨越时代、超越想象的技术与产品，必将助力全球电动化的跨越式的发展。我们通过闪充星球战略，去拥抱更低碳、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把我们的地球建成一个更加绿色的星球。曾经改变世界的车轮从远方而来，今天引领时代的潮流就在中国。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让新能源汽车从此迈入闪充时代。谢谢大家。感谢王总和工程师们，请回位落座。接下来，请看大屏幕，一同来感受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极致体验。天寒地冻一把泪，闪充一下，低温不怕。比亚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电量过半就焦虑，闪充一下，长途不怕。2万个闪充站将遍布全中国。比亚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交通运输部运输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5亿人次。
出行，充电排队等崩溃。闪充一下，车多不怕。比亚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又脏又重，忍着冲。闪充一下，劲儿小不怕。比亚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下午10点，与投资方进行线上会议。下午2点。繁琐费时才能充，闪充一下，麻烦不怕，一次绑定即插即充，无感支付。比亚迪闪充，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接下来，比亚迪集团5网的总经理将携手各品牌的闪充新品陆续登场。首先，掌声有请腾势汽车总经理李慧，有请慧总。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老师、线上及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听完王总的精彩演讲，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既震撼于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的突破，更憧憬它带来的生活改变，重新定义了豪华出行新体验。腾势的用户都是时代精英，时间很宝贵，要留给更重要的行程和更重要的人。有了长续航加闪充技术，就可以让我们告别充电等待，即刻跨越山海。感恩40多万名时代精英，腾势是一个听劝的品牌。用户期望长续航，我们立马安排。在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的加持下，全新腾势J9 GT 真正做到了既要长续航，又要超快充，还要长寿命，更要高安全。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1036公里，全球第一。这份突破只为回应每一份奔赴的向往。就像刚刚过去的春节，无数人开车回家团圆，归心似箭，谁都不想在充电上浪费1分1秒。有了1036公里的超长续航，再加上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的闪充技术，让大家彻底告别路途充电等待，奔赴所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闪充的高效和超1000公里的续航，就是让腾势用户彻底告别纯电出行的里程焦虑。有了闪充加长续航这对绝佳拍档，就拥有了想走就走的自由。这也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的纯电自驾游从此都能够轻松开启。在北京的你想要烟花3月下扬州，在广州的你想要5一长假去游武汉黄鹤楼，这1000公里纯电里程完全够，加上闪充网络的保障，让我们快乐出发，轻松到达。
混动对于 GT 的续航里程也达到了401公里，综合续航1301公里。千里续航是为抵达诗和远方，极致操控则是在驰骋中点燃你心里的驾驶激情。去年，腾势 Z9 GT 在贵州春 GT 漂移活动中火爆出圈，是全场唯一一款无需改装即可漂移的新能源车，成为全场最闪亮的明星。如此耀眼的实力，离不开腾势全球独有的E3方技术。有了它的加持，能让车辆更灵活、更安全。被许多用户誉为操控之王的它，今天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请看视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车内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也能漂移。没错，这是腾势的又一次突破。你可以自定义漂移轨迹，甚至能飘出你想要的图案。具备漂移能力的新能源车已属罕见，能做到高精度无人智能漂移的腾势 Z9 GT 全球唯一。这背后是为用户打造的全球领先的顶级智能、顶级操控，飘得过瘾，更要开得畅快。Z9 GT 拥有0-100加速2.7秒的强悍性能，如同开着100万级的超跑一样爽。纵享速度与激情，它能快得极致，也能停得安心。Z9 GT 搭载了100万级超跑同款的碳陶自动盘，配合超级6活塞定前，让你有驰骋的勇气，更有从容的底气。请看大屏幕。你风驰电掣，把无数远方收入囊中。你甘于冒险，用一个个1000公里标记新地。你是距离的游猎者，快意凌厉，进不凡，跨越千里，见天地。世界的边界因你的足迹而无限延伸。
腾势 Z9 GT， 奇迹千里，势不可挡。超长的续航和极致的操控是 Z9 GT 的灵魂，惊艳的颜值则是它最动人的姿态。腾势 Z9 GT 始于颜值，忠于科技，优雅之势的设计语言受到用户朋友们的一致好评。整车姿态极具运动线条，修长而华美，车身 Z 字线条别具巧思，尽显豪华 GT 风范。千里马配好安，这次全新腾势 Z9 GT 的内饰全面的换新，注入了更多的豪华基因。座椅舱内红线编织的碳纤维将运动氛围拉满，运动一体式座椅紧贴身形，菱形行缝与专属名牌彰显豪华格调。请看视频。这就是全新腾势 Z9 GT， 它是续航之王，1036公里纯电续航全球第一。它是快充之王，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它是操控之王，高精度无人智能漂移全球唯一。它更有顶级颜值，尽显优雅与力量之美。全新腾势 Z9 GT 就是一匹驰骋的千里马，千里马为伯乐而生，愿它能陪伴各位伯乐，奇迹千里，势不可挡。全新腾势 Z9 GT 全系搭载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标配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全系可实现后轮灵活转向。纯电版本共推出3个款型：尊荣型，纯电续航880公里；旗舰型，
纯电续航1036公里，性能型纯电续航820公里，搭载 E3 方平台，碳陶制动盘，零百加速2.7秒，性能更极致。混动版本分为尊荣型和旗舰型，纯电续航401公里，都搭载 E3 方平台。其中旗舰型搭载了专属旗舰套装，体验更极致。下面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宣布，全新腾势这9GT 的上市价格为混动E3方闪充旗舰型33.98万元，尊荣型30.98万元，纯电E3方闪充性能型36.98万元，旗舰型29.98万元，尊荣型26.98万元。此外，我们还推出了重磅的购车权益，对3月下定的所有用户赠送1年免费闪充权益，畅快充，放心开。同时还提供了至高贴息4.9万元的7年低息和3年零息方案，以及至高3万元的新老用户置换权益。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小程序、APP、网站进行下定。目前部分展车已经到店，现在下定，预计3月下旬陆续开启交付。早下定，早提车。最后，祝大家纵享自由，御马驰骋，美好生活腾势而上。谢谢大家。感谢汇总的精彩分享，请您回位落座。接下来，掌声有请比亚迪王朝总经理陆天，有请陆总。大家好，我是比亚迪王朝陆天。感谢王总，感谢所有为闪充项目全力以赴的工程师们，把这么先进的技术交到了我们的手里。对王朝而言，我们接过的不只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责任，因为王朝的身后站着900万个中国家庭。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去拥抱热爱生活的人们，技术就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能走进日常的美好。王朝加闪充，让顶尖技术回归寻常日子，让闪充速度走进万家灯火。王朝加闪充，就是给时间做减法，减去等待的焦虑，减去里程的束缚，减去出行的犹豫。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我们的家人。王朝加闪充，更是给美好的生活
做加法，加一点自由，加一点陪伴，加一点掌控，也加一点松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和无限的可能。今天我们把闪充速度和生活的温度装进了王朝2款全新的划时代的产品里，一款为中高端用户全场景的出行而生，一款为品质家庭的幸福生活而来，把人生的掌控感还给你，把生活的松弛感送给你。下面让我们共同见证搭载着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王炸组合今夜全球首发。怎么样，漂亮吗？我们一直在思考，王朝的首款的低级旗舰 SUV 该如何的命名。从命名征集开始，我听到了很多的声音，大家说旗舰之作既要有格局，更要有东方的气韵。中国旗舰当然要用中国汉字来命名，因此呢，我决定听大家的，今天起正式定名为大唐。大是天地入怀的格局，是兼容并蓄的气度；唐是华夏文脉的传承，更是大国风骨的脊梁。大唐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自信与豪情，是中国旗舰应有的气象与底蕴。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一起感受一下大唐的非凡气势。
真正的精英从来都是要掌控人生的节奏。一台低级的 SUV， 既要撑得起您远大的前程，也得装得下全家的幸福日常。大唐加闪充，把人生的掌控感还给你。城市的生活中，每天步履匆匆，电话不停，会议也不断，我们常常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过去漫长的等待把我们困在了充电站，时间被硬控，行程也被打乱，精力被消耗。如今5分好，9分饱，3分寒，大唐搭载最强闪充，让等待彻底成为过去式。简单的和客户通一个电话，刷条行业资讯的功夫就能满店出发。城市 CBD， 远郊的高尔夫，来去自由，你的时间由你掌控。续航短，补能难，常常是一家老小自驾出游时最大的顾虑。现在市面上的低级的纯电 SUV 续航只有600多公里，充电呢还不是很方便。谁不想要一台能载着全家说走就走的大车呢？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玩把大的，加续航，再加续航。大唐 EV 搭载着第2代刀片电池，让这台低级 SUV 纯电续航长达950公里，全球第一。SUV， 大型 SUV， 充一次电能跑同级燃油车2箱油那么远，大家说牛不牛？我们从极寒的漠河，再到温暖的三亚，从此距离呢只是一个数字，地理呢也不是什么阻碍，温度更费是限制。开大唐游中国，穿越3河4季，用刚才王总的那句话，让电车不过山海关，永远成为历史。最长的续航打破边界，最强的闪充呢消除焦虑。这对黄金组合让大唐续航比燃油车更长，补能比加油还方便，让你不再被电量绑架，把等待的时间还给车外的风景和车内的欢声笑语。从此路线、距离、节奏自己说了算，全家人的自由出行稳稳的掌控。大唐呢，车长近5.3米，轴距超过了3.1米，同级的得房率最高，套内面积超6平方，这要是在香港，妥妥的一间主卧。这样的大唐，既是我们穿梭城际的商务厅，又是家庭出游的头等舱，还是我们孩子们的乐园。家人想要的，从来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而是真真切切的陪伴。为了中国的大家庭，我们开创了2+2+3的全新布局，这在中国品牌低级 SUV 中可是首创。我们比起传统的6座，幸福多一席，爱与陪伴
都不会缺席。爷爷奶奶坐进我们2排的独立的座椅，就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舒坦。孩子抱着玩具，能轻松地从过道溜进我们的第3排，宽敞。每一个家人的需求都被照顾得妥妥当当。从此，全家人的舒适出行轻松掌控。我知道，关注我们大唐的朋友少不了眼光毒辣的科技极客。再多说一点你们感兴趣的哈，大唐拥有29项全球第一。我简单的挑几个给大家路透一下。大唐 EV 的4驱版0-100加速 3.9 秒，超越100万级超跑性能，同级第一。王朝呢，手搭着后轮转向技术，最小转弯半径 5.2 米，同级第一。大家可能对 5.2 米有些用户不太理解，什么叫 5.2 米？就我们这个大唐这样说哈，我们家王朝最小的 A0 级的 SUV 很小，女孩子开着很方便，它的转弯半径是 5.25 米，比元 UP 还小。100万豪车才有的云辇 A， 再加我们的御苗，我们直接也安排上了王朝首搭。还有7屏联动27扬迪瓦雷音响，全车电开门，最前沿的硬核科技，一次性给足。无论是锐意进取的时代精英，幸福美满的亲子的家庭，还是敢为人先的科技极客，大唐都能承载着你的野心，安放你的温情，把人生的掌控感还给你。大唐呢，将于今年的上半年正式上市，更多惊喜，敬请期待。好，领略了王朝旗舰的气度，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宋 Ultra 身上。这2年呢，有一个词儿特别的火，松弛感。是啊，谁不想松弛点呢？可工作的生活琐事缠身，想慢下来太难了。今天呢，宋 Ultra 搭载着闪充技术，为你而来，让充电快起来，让生活慢下来，松弛人生不再是梦。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春节的假期，大家出游拖家带口，可能还有我们的猫猫狗狗，以前在服务区排队充电备受煎熬，现在呢5分钟，小朋友呢还没有看完一集小猪佩奇，电就充好了。9分钟，我们带着毛孩子下车打个花，电已经充饱了，闪充一下，松弛出发。这里重点一下哈，安利一下我们北方的朋友，我们就更爽了。闪充呢，不仅让你有松弛感，还能找到优越感。零下20-30度，别人甚至都充不进去电，而你呢，12分钟就能充饱，潇洒就离开。燃油时代，加油5分钟，迈入闪充时代。宋 Ultra 让充电和加油一样快，不必久等，不必焦虑，不必规划，想走就走，想充就充，这才是纯电出行该有的松弛感。当充电无需等待，就会渴望探索更远的边界。搭载着第2代刀片电池的宋 Ultra拥有710公里的超长续航，让一家人的假日出行游刃有余。马上我们就到了4月份了，比如我们江浙沪的
朋友们，你就可以开着它去武汉看樱花，全程无需补电。再从武汉呢开到潮汕，吃顿地道的牛肉火锅，中途呢也只需要闪充5分钟。趁阳光正暖，微风不燥，与春光同行，让幸福续航。所以说呢，我想说，长续航加闪充，才是纯电幸福生活的最佳打开方式。大家说是不是？除了诗和远方，我们还有烟火的日常。宋 Ultra 呢搭载的天神之眼 B， 搭配着 5.0 的大模型，不管行驶在早高峰的8D 的魔幻城市，还是穿行在充满烟火气的西安的回民街，激光雷达在手，走街串巷无忧。除了我们3大颠覆技术，我们还带来了3大越级、3C 护体，大家想要的舒适、安全、操控、智能，通通都安排上。怎么样？大家期待吗？声音不够大啊，宣布点重点的。下面我们通过一支视频来感受一下有颜有料的宋 Ultra。If I told you I was trying to get it, but you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Can't you see that? I do my best, but it's never good enough. This time I'll do my best Give us a chance, love. Hold on, don't look away right now. Give us a chance, love. Hold on, don't look away. 这就是宋 Ultra 生活的松弛感，送给你。今天呢，全系搭载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宋 Ultra 正式开启预售，它的预售价格是15.5万元起。同时呢，还可选装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选装价格9900元。此外呢，还有特别给力的预售权益。刚刚呢，王总说了，要送闪充，要送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我们呢，这次呢，因为我们送 Ultra 是预售，我们就再加码。预售期间，凡是下定送 Ultra 的，再多送半年，整整18个月免费闪充权益，闪充更轻松。大家一定要记住，只在预售期间。其他更多的预售权益，请看大屏幕。宋 Ultra 将在3月底正式上市，更多惊喜敬请期待。最后呢，感谢所有关注和支持王朝的朋友们，闪充中国，王朝先行，让我们一起驶入闪充时代。谢谢大家。感谢陆总的精彩分享，请您回位落座。
接下来，掌声有请比亚迪海洋总经理张卓，有请卓总。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媒体老师、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比亚迪海洋网的张卓，在这里先祝大家马力全开，万事如意。刚刚王总正式发布了第2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这是比亚迪对新能源技术的再一次颠覆。我们坚持用技术创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大家能守住自己的慢，把时间留给家人、朋友和爱人，不被等待消耗，只为美好奔赴。闪充时代告别等待。在这样一个行色匆匆的快时代里面，很多人过着朝九晚5的生活，大家经常会感慨，时间都去哪了呢？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中被耗尽。生活中我们总能听到等上大学就好了，等找到工作就好了，或者等车充满电就好了。闪充技术让充电桩前的等待烟消云散，省下来的时间可以是一人静坐冥想，也可以约上3、5好友，煮一壶茶，来一场放松的牌局。说到打牌，玩过扑克的朋友都知道，顺子在手，赢面全有。6、7、8连号，胜算拉满。今天呢，海洋手握6、7、8顺子，这一手好牌，开打即王炸。率先登场的是首搭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2026款海狮06 EV 和海豹07 EV， 而大家期待已久的海豹08也将迎来全球首秀。海洋6、7、8连番登场，私力爆发，真王炸。从去年7月底上市以来，海狮06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短短100天，销量就突破了10万大关，不仅是行业内最快达成10万辆的车型，更成为众多家庭用户的品质超享座驾。选择海狮06的车主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万种精彩人生，每一份认可都是海狮06最坚实的底气。如今2026款海狮06 EV 焕新而来，以更长的续航、更智能的科技和更舒适的配置，为用户带来全面进阶的绿色出行生活。而刚才我们在王总演讲的部分也看到了2026款海狮06 EV 在常温的状态下的闪充实测。而即使在零下30度的哈尔滨，从20%到97%，也仅仅用时不到11分钟，实现了真正的全场景自由闪充。过去我们常说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快速的回旋，现在得换个说法了，买杯咖啡的时间
即可满电出发。2026款海狮06 EV 还将续航里程从605公里提升至710公里。中途也仅需闪充1次，用时不超9分钟，让每个家庭对远方的憧憬都触手可及。除了续航的提升，智能、舒适也全面升级，体验加倍。全系可选装激光雷达，搭载天神之眼5.0知识城市 NOA， 轻松应对复杂的路况，出行更从容。全系标配圆脸 C 升级预瞄功能，主动调节悬架，行驶更平稳。全系座椅记忆新增前排座椅按摩，副驾电动腿托，带来头等舱般的享受。舒适配置全拉满，更有同级最大的142升的前备箱，储物无忧，实用再升级。当然还有大家最关心的颜值，我们这次特别新增了流光银的外观颜色，灵感呢源于月光淌过海面的银灰的质感，无论是在哪种光线下都尽显着高级感，让你的每一次出场都自带主角的光环，成为路上最吸睛的风景。这就是2026款海狮06 EV， 同级无对手，选它绝对不会踩坑。它装得下平淡的日常，也到得了向往的远方。闪松时代告别等待，最好的陪伴是和家人一起的每一段时光，不必焦虑妥协，始终安心出发，从容抵达。第一张6号牌，2026款海狮06，主打一个稳妥靠谱。接下来我们要打出一张颜值和实力双在线的王炸海豹07 EV， 一台专为家庭用户打造的都市新 icon， 专属的天空紫外观浪漫登场。还上它就是只系东来的好兆头，人生每一路都指定出色，既有靠谱的底色，更有出众的实力。海豹07 EV 搭载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和闪松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这种颠覆性的速度才能跟上生活的节奏，奔赴美好的未来。搭配海洋美学的低风阻车身，轻松实现了705公里的超长续航。闪松续航双在线，出行焦虑全不见。智能体验同样亮眼，海豹07 EV 搭载最新的天神之眼5.0知识城市 NOA， 早晚高峰从容跟车，长途出行省心护航，让每一段出行都轻松又安心。那它到底有多智能呢？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视频，直观感受它的硬核实力。
看完这段视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它有多聪明、多好用了。而真正的品质出行，更藏在每一处感官的体验里。海豹07 EV 凭借着2900毫米的超长轴距，打造宽适的大空间，配齐座椅通风加热、车载冷暖冰箱，以及超100项的高价值的配置，不玩套路，不搞溢价，实实在在的给到用户的实惠。闪松时代告别等待，希望海豹07 EV 可以陪伴大家共同奔赴书中的生活，把省下的时光留给无话不谈的朋友，制造更多鲜活有序的日常，不必追赶时间，只管拥抱生活。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最期待、最关心的一定是价格。那现在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欣赏的各位朋友们可以举起你们的相机，准备好了吗？好，那现在我正式宣布，2026款海狮06 EV 710公里远航旗舰版的售价为17.99万元，605旗舰版的售价为16.89万元，710远航版的售价为16.89万元，605领航版的售价为15.99万元。海豹07 EV 705旗舰型的售价为18.99万元，705尊荣型的售价为16.99万元。怎么样？大家觉得满意不？同时，两款车我们对用户准备了丰富的上市权益礼包，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一份权益是我们诚意的延伸。等等，还没结束。2026年底，我们将在全国建立2万个充电站。还有更劲爆的是，自交车之日起，我们赠送1年免费闪充权益。刚才的2张好牌够不够惊喜？但是大家别忘了，我们6、7、8的顺子的终极大牌即将正式登场。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一起见证海豹08的全球首秀。怎么样？大家说美不美？我也觉得挺美的。
作为海洋网高端化征程的关键的落子，海豹08是基于欧森 S 打造的全新旗舰的轿车，更是2代刀片电池与产松技术的巅峰集大成者。它将重塑高端新能源的标准，为大家带来大不一样的体验。海豹08采用海洋美学 2.0 的全新设计语言，超5米长的轴距，超3米长的、超5米长的车身，超3米长的轴距，每一处细节都彰显出大美旗舰的高端质感。全新推出的珊瑚红的配色，高级雅致，细厂制成，与每一位追求品质、内心丰盈的时代精英，皆能鸿运相伴，人生与事业一路当红。最关键的技术部分，相信大家之前在网上早就蹲了不少爆料。那今天我直接来一波官方的实锤。闪充有，后轮转向有，全系辅助驾驶有，主打一个有求必应。当然，除了大家已知的惊喜呢，那今天我再给各位透一个实底，加个猛料，云辇 A 也有。那更多的惊喜，我们就先留个悬念，后续逐步揭晓。这个车呢，也将在2季度正式上市，大家敬请期待。所有宏大的愿景，只为成就当下的美好。驾着海豹08出发，不必计算里程，不必担忧远方，可以和最爱的人在黎明破晓前等一世日出，在日落黄昏时追一场晚霞，在午夜降临前看一场烟火。山海之间没有等待的焦虑，只有携手相伴的安心。每一次满电出发，都只为奔赴下一场浪漫的约定。从闪充中国到闪充星球，王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不仅是全国，而是全球都可以用的全场景自由闪充的壮阔蓝图。我们把漫长等待变成即刻满电出发的从容。今天海洋的678已正式出牌，这一手好牌我们不玩虚的，就是要把顶尖的科技落地，把告别等待这4个字真正写进用户的每一次出行里，让不同需求的用户都能摸到属于自己的好牌。谢谢大家。感谢卓总的精彩分享，请您回位落座。接下来，掌声有请方程豹汽车总经理熊田波，有请熊总。各位现场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程豹熊田波。刚刚王传福总裁正式发布了改变世界的比亚迪闪充技术，它不只是对汽车补能速度快的极限突破，更是对用户生活节奏快的精准满足，以及对社会发展快的促进与推动。伟大的技术创新让大家的生活从此告别等待的焦虑，也让社会的发展开启了闪电加速度，让世界的未来更是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拥抱闪充，就是拥抱无限美好的生活。而对于我们方程豹来说，当这样颠覆性的技术遇上我们个性化的产品，
无限美好的生活就将更加不一样。因为对于我们方晨报而言，闪充的快，它不只是补能速度的快，也是潮流体验快人一步的快，更是美好生活充满快乐的快。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山河与星海的相会，留给世界与自我的相遇，留给爱人与朋友的相守，留给那些让我们灵魂共振、不慌不忙的美好瞬间。方晨报是比亚迪旗下最具有开创精神和开放特色的个性化品牌。我们一直致力于用开创性的产品，让大家的美好生活不一样。我们的电驱越野开创者豹5 2025年度的硬派越野销量冠军，陪伴大家从城市穿越到户外，征服每一片向往的山野。我们的智能硬派开创者豹8 40万级高端新能源 SUV 的引领者，在比亚迪、华为、大疆的联合赋能之下，带领大家天地之行，让美好挣脱地面的束缚，飞向更辽阔的天地。我们的科技潮品开创者泰山上市及冠军，和大家一起一反常态，拥抱潮酷生活的万象乐趣。我们的家用硬派开创者泰7上市及巅峰，混动 SUV 与方盒子车型的双料冠军，也让新潮的酷爸辣妈从此既不用委屈自己，更不必辜负家人，尽情装得下世间所有的美好。开创不易，但因为有了用户的支持，我们方晨报把小众的个性变成了大众的潮流。2025年的5月份，方晨报的品牌达成了10万台，10月份我们突破了20万台，在今年的1月份，方晨报超过了30万台。方晨报也成为了中国市场上增速最快的新势力品牌。这些闪闪发光的里程碑，是方晨报30万用户与我们并肩同行的足迹。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正式地对方晨报的每一位车主说，谢谢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是大家的信任与支持，才让方晨报能够在开创的道路上用力地奔跑，也是大家的大爱与奉献，才让好人有好报的正能量之花开遍了每一个角落。是大家的追求和热爱，才让我们能够一起探索快乐与美好的更多可能。今天，在比亚迪集团闪充技术的赋能之下，方晨报也将再一次为大家开启更多彩的个性化生活。泰3闪充版和泰7 EV 闪充版，在座的各位期待吗？看出了大家的期待。搭载了闪充的技术，并且伴随着功能配置的全面升级，我们全新的泰系列将化身为闪电魔方，为大家开启不一样的时尚生活。闪电代表着闪充技术和纯电动力模式的极致融合，魔方则是我们方盒子车型的生活魔力。当闪电遇见魔方，不再只是功能的叠加，而是将真正的颠覆时间与空间的旧规则，也将创造出人车生活的全新美好关系。泰3的闪充版会让城市成为你的潮流游乐场，在和朋友闲聊几句的功夫，电量马上满格。从 Fashion Mall 逛到创意的园区，电量再也无法限制你探索的边界，补能也会成为瞬间的美好。而我们泰7 EV 的闪充版，让城市成为全家人的生活乐园。你送完孩子买杯咖啡的补能的间隙，电量已经足够应对整周的通勤。周末你想带家人去周边郊游，说走就走，钓鱼露营，宽敞的空间里充满欢声和笑语。闪电魔方带给您的不只是续航数据的增加，
也会是生活半径的拓展，不只是充电时长的减少，也会是心灵负担的清零。从此，说走就走的不只是勇气，更是即冲即走的底气，也让每一程的旅程都轻松，每一刻的陪伴都从容。这就是闪电魔方的魅力，把珍贵的时间还给你，把美好的生活交给你。今天我们不仅带来了新英雄，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皮肤。我们闪充主题限定的车衣有魔方红和闪充蓝2个版本，怎么样？够不够酷？这些潮酷的车衣我们也会上架到我们方晨报的 App 精品商城来供大家选购。那么接下来我先为大家介绍我们泰山的闪充版。作为科技圈中最潮流的单品，潮流圈中最有科技感的泰山，它已不仅仅是一台车，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今天搭载了闪充的它，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与众不同的时尚体验，更新的潮，更多的趣，以及更极致的快。泰山与生俱来的潮流感，是我们为用户打造的时尚画布。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个性化的颜料，我们一共有6款的外观车色，2种的内饰主题，再加上2款专属的轮毂，以及超过了25套的官方草改方案。那么你可以自由组合出要超过600种独一无二的外观搭载。不仅仅是我们多元的塑造，泰山的潮更体现于车主们的自由表达。在车主们手里的泰山，经常是这样的。这样的，当然还有这样的。大家的无限创意就是我们方晨报始终坚持的潮流理念，不是要追逐同一股风，而是创造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风格。全新的泰山闪充版在潮流上也会为大家再度上新，我们会带来全新的外观车色和全新的内饰主题。不光在潮流上新，乐趣我们也会再度升级。泰山也将正式搭载泰7同款的智慧生态，堵车时的游戏厅、休息时的 SPA 馆、露营时的娱乐中心，这一次通通都会有。第3点当然是更极致的快，泰山的闪充版纯电满电的续航将直接增加到620公里，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它不光让补能不再焦虑，更能让你的生活节奏也彻底摆脱束缚，随心律动，尽情掌握生活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想，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或许就是我们泰山的闪充版要为大家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奢侈。闪电魔方泰山闪充版，科潮青年们最潮的潮流单品，将开启你快人一步的快乐生活。它将用闪电释放你的生活节奏，用魔方演绎你的多姿多彩。它是科技含量最高、潮流形态最多元的方盒子，它也将成为2026年度大家最值得买的
A 级纯电精品车。接下来是大家万众期待的泰7 EV 的闪充版。自从泰7上市以来，纯电版的呼声一直很高。这一次，我们的泰7它来了，而且它搭载了最新的闪充技术。大家知道，其实对于一个方盒子的车型来说，风阻、能耗、续航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难题，尤其是对于我们泰7这种近5米长的大方盒子，要想做纯电，更是地狱级的难度。但是今天，伴随着颠覆性闪充技术的到来，我们泰7的纯电版也终于照进了现实。这也是全球首款闪充纯电大方盒。作为科技大空间 SUV， 泰7的大，相信我们的车主都已经感受到了。而泰7 EV 版，我们将大上加大。我们不光新增了超大的电动前备箱，成员舱的纵向空间也会再度加码，装载的能力也会再升级。南方的露营装备，全家人的行李都将各得其所，幸福满舱。当然，空间魔法从来它不只是大，更是舒适享受的全面进化。泰7的 EV 将搭载20扬的迪瓦雷音响，在极佳的整车静谧性上，我们会让大空间成为一个高端的诗响的音乐厅。接下来就是我们泰7最温暖的价值，就是省时、省力又省心。我们泰7 EV 的2驱版本续航将达到755公里，日常是不是有点意外？对方盒子来讲，这个里程确实意外。那日常的通行，我们未来可以做到1周1充，轻松无压力。周末郊外出游，依托密集的闪充网络，轻松补能，告别规划的等待，出发也能自由自在。同时，这一次我们泰7车内的智慧生态也会实现升级，我们会迎来更多新伙伴的加入，也希望大家敬请关注。这就是我们泰7 EV 的闪充版，它用极致的空间、满仓的科技，融合闪电的魔法，让时光更有温度，也让家的幸福拥有了 N 种打开的方式。泰7 EV 闪充版，它将是2026年度最值得买的纯电大5座天花板。泰3的闪充版，泰7 EV 的闪充版，用闪电魔方的力量，让每个人都能活出闪耀的光彩，也将带领我们所有人一起快人一步地进入充满时尚、潮流和自在生活的美好世界。你好，小芳，给我来一杯咖啡。好的。闪电魔方面面闪耀，既是随心而动的自由节奏，更是面面精彩的万象美好。这就是我们泰3的闪充版和泰7 EV 闪充版。敬请大家关注3月13日方晨报专场发布会，和我们一起深度感受
闪电魔方的极致魅力。最后，衷心的感谢所有关注和支持《方晨报》的朋友们，是你们让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充满了意义。闪耀的生活触手可及，让我们一起拥抱闪闪发光的钛时代的到来。谢谢大家。感谢熊总的精彩分享，请您回位落座。接下来，掌声有请仰望汽车总经理胡晓庆，有请胡总。各位来宾以及线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仰望汽车的胡晓庆，我非常荣幸能够今晚跟大家一起见证又一个超越极致、前所未有的故事。一块电池再一次改变世界。这个故事我听了很多遍，但是无论我听多少遍，每一次都觉得心潮澎湃。而仰望汽车正是比亚迪对技术初心最极致的回应。也是我们12万名工程师献给世界的技术情书。3年前，仰望刚刚出发的时候，选择的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中国、走向全球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我们想用颠覆性的产品为用户带来超越时代的体验，让世界汽车产业因中国而改变。过去3年，世界看到了中国仰望的力量。U8首次搭载E4方技术平台，让20年前关于分布式驱动的设想生根落地。U7首创的云辇 Z 智能悬浮车身控制系统，让电悬架在全世界第一次量产，引领全球新能源开启了4电时代。而仰望 U9X 以极速圈速双第一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中国超跑的速度。大家还记得在此之前纪录是谁保持的吗？对，就是那个迪，但是现在是比亚迪。而且 U9X 还能更快。在这条极致技术的赛道上，我们真正的对手只有昨天的自己。也是这份对极致技术的执着，让我们与时代的先行者们成为了挚友。这样一群同样追求极致的人，大家的时间是用来创造价值、改变世界的，不能浪费在无谓的等待之上。在仰望看来，闪充不仅是物理上的快，而是对时间的绝对掌控。我们要把那些被等待的每一秒全部还给你的热爱以及你的事业。仰望加闪充，以极致的加速度，让你改变世界的脚步更加坚定。现在，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用掌声欢迎仰望大家庭的闪充新成员闪亮登场。
聊聊这台 U7。放眼全世界，高性能跟长续航是个2选1的难题，题越难，仰望和比亚迪的工程师们越兴奋。我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个极致去牺牲另一个极致，所以顶级性能我要，超长续航我也要，两者兼得，全球唯有仰望 U7。既要又要还要，我还要它充得快，要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用一段视频带大家沉浸地感受一下1000公里续航、1300匹马力、闪充加持带来的 U7极致体验。你好，这款是我们家的招牌单品豆，属于中度烘豆，喝起来能尝到明显的焦糖甜感，还有一点点的柑橘。21楼到了，电梯下行，10楼了，8楼到了。仰望 U7 1000公里超长续航，1个月只充1次电，不被打断的生活更值得期待。来一个炭烤南瓜，我要牛肉大串。那我再来一个鸭肝布雷，再来一个奶油玉米浓汤吧。可以。仰望 U7 1000公里超长续航，彻底告别里程限制，再遥远的风景也能自信抵达。我们在等什么？我们还在等什么？我们在等什么呀？我们在等什么？我们在等什么？不用等了，这是全新一代仰望 U7。1000公里超长续航，全新闪充快到离谱，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摄氏度只多3分钟，让漫长等待彻底翻篇。这样一台 U7，开着它去跑山，开着它去看海，不被限制，不被打断，更无需等待。喜欢极致操控的朋友，云辇 Z 绝对能够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如果你更追求轿车的舒适，全新的云辇 A Plus 选价来了，操控在线，舒适拉满。为了让大家体验极致驾驶乐趣，我们同样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今天发布的所有车型，你1年的闪充电费我们包了。我们希望把关于运动豪华旗舰的无尽想象都装进这台车里，它是你掌控人生的同行伙伴，开它，感受它，不为电量停留，只为热爱出发。这种自由不仅 U7 有， U8 的2026款也要有。作为无数人越野人心中的梦中情车，地表最强 SUV， 闪充技术将赋予 U8 更强大的征服力。别人不敢过的积水，你敢过；别人爬不上去的坡，你轻松翻越。这是一种超强性能带来的底气。第一个底气来自全地形、全速域、全场景的能力。以前的越野靠经验，现在有了毫秒级的算法，那我们再次进化的E4方实现了从0到200公里时速全时速范围内的路面感知。从此戈壁陡坡都可以变成坦途，无论怎样的路况 ，U8 都能死死地咬住地面，不打滑不侧翻。前一段时间有一个
工装的测试视频冲上了热搜。一台伪装车在攀爬天门山，对，就是 U8 在做 ETCS 2.0的测试，把天门山搬进了厂房，把台阶换成了更滑的钢板，给自己搭考场上难度，千锤百炼，铸就极致的越野能力。大家觉得强不强？放眼全世界，越野和舒适只能2选1，题越难，仰望和我们比亚迪的工程师越兴奋。除了要极致的越野能力，从容舒适的通过长距离的舒适，我也要。2026款的 U8 在舒适性上做了12处重磅升级，其中全新的云辇 P Plus 悬架能化解掉绝大部分的冲击和颠簸，在无人区你也能开出家门口大马路的平坦与舒适。第3个底气来自补能和续航的革命，闪充技术让 U8 综合续航提升了20.5%，补能倍率翻3倍。世界再大，也不过在你纵横驰骋的方寸之间。当你开着 U8 在西藏、青藏高原的无人区飞驰，在冈仁波齐的雪山下驻足，荒野不再有障碍，距离不再是限制，因为我们相信真正改变世界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更是那个永不止步、永远在路上的你。有尽情奔赴的湖海山川，也要有无坚不摧的心灵堡垒。顶好、顶安全的 U8L 还能如何再进化？行业首个全铝大车架、高强度笼式车身、高速爆胎稳行、应急浮水，这些功能都已经前所未有了。但我们知道，安全冗余的升级永远没有终点。现在 U8L 的26款不仅跟 U8 一样增加续航和有了闪充，我们还让这台已经够顶的安全座驾再次升级。第一层安全升级，我们不断加固隐私保护的安全锁，不论是司机接送、家人出游，还是朋友代驾，通话记录、导航轨迹和私人喜好都不应该成为公开秘密。针对这些痒点，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全场景隐私安全功能，实现用车数据安全、隐私无忧。第二层安全升级，我们扩展了高速爆胎稳行的可能场景。因为从后台数据我们发现，大家在高速上非常喜欢用高快领航，那长时间用其实难免分神，万一突发爆胎呢？哪怕你有20年经验，是个老司机，有可能也会惊出一身冷汗，来不及反应。这样的1/1000的极端，我们也不忽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NOA 爆胎稳行稳停功能。U8L 在辅助驾驶状态下，如果发生爆胎，E4方瞬间接管，自动稳住车身，并且平稳靠边，要从根源上降低安全风险。不谦虚地说，这是目前行业里为辅助驾驶打造的最强防线。而且目前只有拥有E4方4电机技术的仰望才能真正做到。应急浮水是仰望另一个标志性的安全功能。它上市3年了 ，U8 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仰望用户的唯一专享，行业里还没有出现第二个有能力将其量产搭载的。但这还不够，我们还想它更智能。第3层安全升级来了，应急浮水从手动到自动，为意外持续兜底。如果当车辆发生意外坠水，系统在5秒内自动开启应急浮水，2排车窗同步降下，ECall自动接通，协助快速脱困，要为生命争取最宝贵的时间。这3项安全升级，每一项都足以改变行业规则。不仅我们的新客户要有，老客户也要有。我们将通过 OTA 升级，持续兑现开仰望、常开常新的承诺。大家觉得这个更新好不好？
顶大、顶美、顶安全的 U8L 要送给顶好的你，再加上顶快的闪充，改变世界的旅程，让我们一起出发吧！不断超越极致，用技术的力量改变世界，这就是仰望。今天发布的3款新车，覆盖了运动豪华、硬派越野、行政豪华3大场景。我相信此刻大家也最关心价格。接下来我正式公布 U7 2026款65.8万元起 ，U8 2026款100.8万元起 ，U8L 顶饰版2026款130万元起。我们总说仰望要做男儿正确的事，什么才是男儿正确？我想应该就是别人不敢闯的无人区，我们闯；别人觉得不可能的梦想，我们一点点把它变成现实。当然，我们深知技术探索没有止境，仰望将永远向着下一个技术高峰出发。我感谢这条男儿正确的道路上有你们的支持，有你们一路同行。未来，让我们继续携手创造历史，改变世界，超越极致，前所未有。谢谢大家。感谢胡总的精彩分享，请您回位落座。刚才我们共同见证了比亚迪全新闪充技术的硬核实力，也致敬研发团队的匠心坚守。未来我们将以更完善的能源补给网络，让闪充走进千家万户。比亚迪闪充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革新的坚定步伐。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莅临与支持，本次发布会到此圆满落幕。让我们以今天为新起点，携手同行，共赴能源新时代。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歌曲带您体验闪充的自由和快乐。冲冲冲冲冲冲，用闪充！冲冲冲冲冲冲，用闪充！用闪充，5分钟充得好，9分钟充得饱。冲冲冲冲冲冲，用闪充！用闪充，用闪充充得快。用闪充5分好，9分饱，零下30度只得3分钟。冲冲冲冲冲，用闪充，用闪充！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冲冲用闪充。用闪充5分钟充得好，用闪充9分钟充得饱。用闪充，用闪充，处充，满电1000公里用闪充。假日出行不排长队用闪充。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创造前所未有。用闪充5分钟充得好，用闪充9分钟充得饱。用闪充，处充，满电1000公里用闪充。假日出行不排长队用闪充。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创造前所未有。